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接着修这块电源。昨天我们把低压电源部分修好了，那么今天我们修右西3818这部分。右西3818这部分呢是 PFC 电路，它现在呢是芯片烧了，还有这个驱动的芯片也烧掉了。另外呢，这个位置有一个0欧电阻烧毁了，我们测量一下。我们看现在已经没有反应了。这个位置反馈的电阻现在已经有几个坏的，我们看已经无穷大了，无穷大了。这个反馈的电阻呢，一个是过压保护的，一个是稳压的。那么这两个电阻如果损坏了的话，很显然上块以后呢，一般时会炸块。那么我们这个位置还有一个三极管，经测量呢已经损坏了，是这个位置有个三极管，我们看横向已经击穿了。那么首先呢，我把这个能够发现的损坏的元件呢先给它换上。这个三极管呢起到的作用呢是保护，它是通过这个位置有一个稳压管，当这个位置也就是说芯片供电电压过高的时候，这个稳压管击穿以后呢，使这个三极管积极电压升高，使这个三极管导通。这个三极管一导通，这个芯片呢就停止工作，就进行了保护。另外这个位置是驱动，是通过这个位置有个单片机给这个三极管积极供电，然后这个三极管导通以后使这个三极管截止，这样呢就使芯片工作。如果这个三极管导通呢，同样使芯片是截止的。好，下面我把这个周围的损坏的三极管换掉，电阻换掉，然后我们把芯片再换上，看看是否能够修好。我把这个三极管和这个三极管拆下来了，因为在路测量它的数值不正常，我们给它断开以后，我们给它焊上一个引脚，我们测量。我们看这样呢是284，这个是624，是正常的。那么我们翻过来，我们看它也是导通的，证明这个三极管击穿了。那么我们量这个三极管，这个三极管就坏的更明显了，它的基极和发射极已经击穿了。这两个三极管都是 NPN 型的，我们就给它换上 Y1 就可以。另外这个电阻684 680K 的和这个0欧电阻已经找到了，我给它换上。好，电阻三极管换完了以后，我们这个稳压角和过压角基本上正常了。我们看是 5.68 伏，还有一个是这端 4.91， 基本上正常了。下面我们把芯片给它焊上。3818焊完了，现在我们可以测量一下它的输出波形。我们看方波，由于后边没有焊功率管，所以它的占空比很宽。那么我们测量一下这端，这个功率管山极和原极之间正常的。这端由于没有上驱动芯片，没有信号，下面我们再把驱动芯片给它上上。好，驱动芯片焊上了，我们测量一下，这边是负的方波，这边是正的方波。现在呢功率管还没有到，等功率管到了以后我们上就好了。这里要注意一下这个稳压的过压保护的值和稳压的值，这个电压如果偏高或偏低呢，它就会输出偏高或偏低。下面我们测一下右西3818的各引脚电压值。首先一脚是接地0伏，二脚是电流检测 0.98， 三脚是电流补偿端 0.01 伏，四脚是电流放大器正向输入端 0.01 伏，五脚是乘法器输出补偿端 0.44， 六脚是从电流输入是 2.16 伏，七脚是输出电压限制引脚 5.47 伏，八脚是 2.31 伏，是前馈电压滤波，九脚是基准电压输出，应该是 7.5 伏 7.48 伏，
10角是锅压保护引脚 4.94 伏，11角是稳压引脚 5.74 伏，12角是震荡电阻，外接震荡电阻 2.97， 13角是软启动引脚 7.46 伏，14角外接震荡电容3伏，15角是供电 12.65 伏，16角输出 11.97 伏。这个呢是不接功率管的电压值，不接功率管呢我们测量也比较安全，电源也不容易烧坏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